说起三官大帝，大家可能都听过天官赐福、地官赦罪、水官解厄这句话。赐福、赦罪、解厄，这绝对是3件人们求之不得的好事。那么，能带来这些好事的这3位福神到底是谁呢？说起来，三官大帝的信仰其实比道家的三清还要早，是中国古代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。其实大家一想也能理解，在神仙和宗教出现之前，人们就已经生活在天地大合之间了。天地水也是古时人们最难以掌控的力量，所以当然要作为神来崇拜了。一开始，古代的人们对天地水的崇拜主要以祭祀仪式来体现，当时还是部落首领和民众一起祭拜。发展到后来，国家规定对天地水的祭祀权利只限于帝王，普通老百姓都没有资格去祭拜。从这也能看出，其实古代国家对天地水的祭祀标准也是很高的。东汉后期，张道陵建立了五斗米道，也就是天师道，道家开始吸收各种神仙进入自己的体系，天地水从这时就开始被尊为了天地水三官。《三国志·张鲁传·注引典略书》中说，书写病人姓名，说服罪之意，作三通，其一上于天，住山上，其一埋于地，其一沉于水，谓之三官手书。这段话意思就是说，当时道家为病人看病，会把病人的姓名写在3张纸上，同时写明忏悔认罪的意思，然后1张纸放在山上，1张纸埋在地里，1张纸沉入水中，这样三官就能为人赐福、赦罪、解厄。这就是一直流传至今的天官赐福、地官赦罪、水官解厄。那么，三官大帝到底是哪3位神仙呢？按照道家最主流的说法，三官大帝都是先天元气所化，天官是上元1品赐福天官紫微大帝，地官是中元2品赦罪地官清虚大帝，水官是下元3品解厄水官洞阴大帝。天官紫微大帝隶属玉清镜，天官由青黄白3气结成，总主诸天帝王。每逢正月15日，即下人间，教定人之罪福。地官清虚大帝隶属上清镜，地官由元动混灵之气和极黄之精结成，总主5地5月诸地神仙。每逢7月15日，即来人间，教戒罪福，为人赦罪。水官洞阴大帝隶属太清镜，水官由风泽之气和陈浩之精结成，总主水中诸大神仙。每逢10月15日，即来人间，教戒罪福，为人消灾减恶，解冤释结。道家还有一种说法，说水官是扶桑大帝。扶桑大帝就是东王公，主管南仙的地级大神，和西王母是相对的。之前咱们也介绍过，这里就不多讲了。除了三官大帝是先天元气所化的说法之外，道家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三官大帝其实是元始天尊土气所化生出来的。这种说法明显是道教为了抬高自己而创造的。这么一说，把原本早于三清、高于三清的三官大帝说成了三清之一元始天尊的孩子，身份上直接给降一半。天地水三官的诞辰就是上元、中元、下元3节，其中上元节是农历正月15，也是咱们的元宵节；中元节是7月15，是人们祭祀逝去先人的节日，很多地方也一直都在过。下元节10月15，现在过的人比较少了。其实下元节一直都是祭祀祖先的节日，倒是北方人们一直都在过10月初1的寒衣节，而寒衣节和清明节、中元节就是北方历来重视的3大鬼节。除了天官紫微大帝、地官清虚大帝、水官洞阴大帝这一说，还有一说三官是尧、舜、禹3个人的。尧、舜、禹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都是上古神话中的明君和部落领袖，说他们是天地水三官，倒也能对应得上他们的事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说，说三官是5行里的金、土、水三官，这种说法流传不广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另外，还有一种说法是，三官是守卫泰山天门的唐洪、葛雍、周武3位将军。唐洪字文民，葛雍字文度，周斌字文刚，3位本来是周厉王室的谏官。周厉王在位时迷恋狩猎，不理朝政。唐洪、葛雍、
周武三人觐见，但周厉王根本听不进去。于是三人一起弃官去了诸侯国吴国。吴王听说三人来了吴国，热情接待了三人。不久，楚国要进攻吴国，吴王正发愁如何对敌的时候，唐弘、葛雍、周武三人说他们可以退兵。吴王大喜，就让三人带兵御敌。唐、葛、周三人各显神通，成功打败了楚军。吴王赏赐了唐、葛、周三人高官厚禄，但三人都没有接受，一起隐居到了山林之中。后来周厉王去世，周宣王即位，唐、葛、周三位又回到了周朝朝廷。周宣王十分看重唐、葛、周三人，又让他们官复原职，而且还赏赐了很多东西。后来三人还救过太子，同时帮朝廷做了很多事关民生的大事，三人也受到了百姓的爱戴。周宣王也很认可三人的功绩，为他们升职并加封了侯号，唐弘为福陵侯，葛雍为威陵侯，周斌为嘉陵侯。三人死后就成为了三将军神。传说宋祥符元年，宋真宗封禅泰山，到了泰山天门，梦见三仙从天而降。宋真宗竟问他们是何人，三仙说：我们是唐弘、葛雍、周武，奉天命护卫御驾。宋真宗大喜，后封其为三仙。到了宋宣和5年，宋徽宗又赐封了威佑三将军妙额。再后来，唐弘、葛雍、周武就被当成了天地水三官。天官唐弘，字文明，福陵侯，7月21日诞；地官葛雍，字文度，威陵侯，2月13日诞；水官周斌，字文刚，嘉陵侯，10月初2日诞。说到这，咱们就把常见的三官大帝的身份给说清了。其实目前大家最熟悉最认可的还是道家里的天官紫微大帝、地官清虚大帝、水官洞阴大帝一说，而且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赐福天官了。在很多地方出镜最多的就是天官赐福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福禄寿三星里的福星其实就是赐福天官哦。三界是道教里的一种宇宙空间概念，三界指的是天、地、人。以玉皇大帝为首的众神所居的天庭就是天界，人界是世间众生所居的世界，地界是阎罗王所在的幽冥世界，可以说是让人闻之色变的地方。凡人故去之后就会来到这里。知道了三界，又有一个问题，三界有没有尽头呢？如果有，究竟在哪里呢？天界的尽头，36重天。36重天是道教构想出来的神仙所居住的空间，其中36重天从属于6重天，由下至上依次为欲界6天、色界18天、无色界4天、四梵天、三清天和大罗天。道教神话里，天界的神仙基本上都是生活在这36重天里，不过神仙的道行有高低，所居的空间也是不同的。像品阶较低的神仙以及那些刚刚飞升的神仙，基本上都在欲界6天，虽然也是属于天界，但是在这里还是没办法脱离轮回。而那些高阶神仙都是超脱三界的存在，自然是居于高重天，其中三清天就是我们熟悉的三清天尊所居之地。三清天尊即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、太上老君，其中又以元始天尊为最高神。元始天尊居于第35重天的清微天之域清圣境，灵宝天尊居于第34重天的上羽于天之上清真境，道德天尊居于第33重天的上大赤天之太清仙境。三位天尊分别是第33重天、34重天、35重天的先天之气所化。而最上层的大罗天，也就是天界的尽头，这里一片虚无，没有神仙的存在。地界的尽头，九幽之境，地界为幽冥之境，同样也是有尽头的。西游记里菩提祖师告诫孙悟空，你这去定生不良，凭你怎么惹祸行凶，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，你说出半个字来，我就把你这猢狲剥皮挫骨，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，叫你万劫不得翻身。孙悟空去阴曹地府可谓是来去自由，一点也不受约束，
为何却畏惧这九幽之处呢？原来九幽之境就是地界的尽头。九是数字单数中最大的那个数字，九幽就是地界的最深处。上古奇书《山海经》记载，北海之内有山，名曰幽都之山，黑水出焉，其上有玄鸟、玄蛇、玄豹、玄虎、玄狐鹏尾。另一部典籍《淮南子》对此注解道：因气所聚，故曰幽都。可以说，幽都就是传说中的冥界，并且冥界还有九泉之说，分别为风泉、崖泉、黄泉、寒泉、阴泉、幽泉、下泉、普泉、冥泉。在九幽之境，不管是神仙还是诸佛菩萨，神魂会被困在此地，永世不能轮回。孙悟空虽然是太乙散仙，位列五仙里的天仙级别，也不敢踏足此地，难怪他听到菩提祖师的话会那么畏惧。人界的尽头，归墟，归墟在哪里呢？典籍《列子》里有以下记载：渤海之东，不知几亿万里，有大壑焉，实为无底之谷，其下无底，名曰归墟。在渤海之东几亿万里的地方，有一个很大的沟壑，那里深不见底，名为归墟。世间所有的水都流向那里。神奇的是，归墟里的水既不增加也不减少，它也被认为是世界尽头深渊。前往归墟有个参考点，那就是渤海之东，不过它的距离确实非常夸张，有亿万里。这的距离是什么概念呢？地球距离月球也才30-40万公里，也就是说，虽然归墟看起来位于渤海之东，但是实际上它却不在地球上。就像冥界的丰都，有人认为它就是现实中的丰都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丰都在罗峰山，而罗峰山在北方鬼地，周回3万里，高2600里。洞天六宫周1万里，高2600里。洞天六宫是为6天鬼神之宫，周回3万里显然也不是在地球上。另外，在归墟之地有5座仙山，分别是岱余山、元桥山、方湖山、瀛洲山和蓬莱山。难怪秦始皇这些古代帝王穷其一生都找不到蓬莱仙山，它位于世界的尽头，凡人怎么能到达这里呢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